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先锋君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则非常有意思的海贼王番外篇。在这个小镇里，草帽海贼团再也不做海贼了，他们各自都有着不同的职业。路飞是捕快，山治和娜美经营了一间面馆，乔巴也成为当地有名的蓝鼻子医生。至于索隆和罗宾，先留个神秘感。很快，这里迎来了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新年。在这个节日里，人们放下忙碌的工作，准备参加庆祝活动，迎接新的开始。然而，就在大家都休息的日子里，有人却开始忙活起来。在空旷无人的大街上，山治和乔巴拉着车快马加鞭的送货。乔巴看到明明天都亮了，街道上还是没有一个人，怀疑是不是都还没有起床。山治提醒他，新年是这个小镇最重要的节日，在这天会举行新春撒年糕大会。为了抢到年糕，镇上的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前去参加的。既然是撒年糕活动，没有年糕肯定是不行的。他们现在正在运送的就是提供给城堡撒年糕专用的年糕，能不能按时送达关乎面馆的信用，所以要尽快前往城堡才行。但是乔巴还是很不理解，一般撒年糕的活动不是在寺庙或者神社里举行吗？为什么在自盘谷？年糕都是由城堡里的殿下从城堡顶端撒下来的，每年都有超级多的人聚集在城堡外，抢得死去活来，甚至听说因此抢死过人。娜美却不信，怎么可能抢死人呢？山治却表示难说，路飞说不定就会为了年糕干出这种事儿。乔巴看着这一大车年糕，只觉得这个镇上的人真能吃。娜美告诉他，大家可并不是为了吃普通的年糕而去的，他们目标是中头彩的年糕。从天守阁上撒下来的上万个年糕里，会有一个混着头彩。这个特殊的年糕里面装着被称作愿望石头的宝贝，这个东西价值1000万两贝利以上，这很了不得的宝贝，所以大家自然都想要抢得头彩。但是怎么才能知道哪个里面是装有愿望石的头彩年糕呢？这就没有人知道了，毕竟只有殿下才知道头彩年糕长什么样子，大家只能靠运气去抢尽量多的年糕，然后掰开看里面有没有得到好运中奖的。这样的活动不仅仅影响着大人，小孩子也跃跃欲试，他们想象着自己中了头彩以后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游玩。此刻小镇的百姓都聚集在城堡外，等候殿下撒年糕。在这一天同样有喝七草粥的习俗，人群边上有趁机贩售的小贩，据说新年喝七草粥能够延年益寿，不生病。看到乌索普一个人在底下吃好吃的，正在城堡房顶上维持秩序的路飞大叫起来，但是也只能叫嚣一下，毕竟他作为捕快需要盯梢，可没有时间喝粥，所以还是忍一忍吧。然而下一秒，乌索普捧着粥的双手中突然就长出一双手来，直接伸长将粥递给房顶上的路飞。不用想，这肯定是罗宾了。乌索普见此，气急败坏的要他盯好了。一旁卖粥的老板重新端来一碗给他，不忙道一句辛苦。乌索普表示没办法，头奖可是价值1000万贝利的宝贝，要严防死守，防止有图谋不轨的小偷打他的主意。另一边，山治他们正在快马加鞭的往城堡赶，半路上巴基大人早就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一座桥上等候。与其站在城堡下方等着殿下丢年糕，再去掰开看有没有中奖，不如在年糕从城堡上撒下来之前就全部抢走，这样就可以保证万无一失的得到头奖了。说完，巴基就下令让手下去抢夺板车上的年糕。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，娜美感觉不妙，在狭窄的桥上没有地方可以躲避，现在回头也来不及了，只好硬闯了。山治发力，一脚一个将敌人踢进水里，乔巴也一拳把敌人打飞。但巴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情况，还叫嚣着要是想活命就赶紧把货物都留下，然后下一秒就跟自己的小弟一起倒下了。被打败的手下看着队伍慢慢走远，想着再算追上去他们也抵达城堡了，于是准备放弃。但是巴基却激动地说，那可是1000万两贝利，说什么也不肯放弃。关键时刻，他说出自己的第二个抢劫年糕方案，并且叫手下们帮忙准备。城堡上，殿下和公主已经等待已久，但是年糕还没抵达。咦，这公主不就是薇薇吗？薇薇脸上有点挂不住，虽然她已经派人去看了，但是还没有收到消息。她也担心是不是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当初薇薇公主举荐娜美的店承包年糕，在派遣保镖的时候，娜美却说不要，要把雇保镖的钱一起算到工钱里。这娜美不管啥时候都这么爱财如命啊！就在此时，站在房顶上观察的路飞看到了娜美的队伍，
嘴上嫌弃着他们耽误了时间，毕竟年糕要刚刚做好的才好吃。此时一个风筝飞到娜美头上，风筝丢出钩子，将年糕连车带人一起吊起来，悬浮在空中。他们这才意识到又中埋伏了。不用猜也知道，肯定又是巴基一伙的人。渔人小巴此刻就站在风筝上，而巴基一伙的武斗派盖达兹则负责拉风筝线。小巴表示，只要他们拿到年糕，就会放了娜美他们。但是娜美不依不饶，怎么可能放弃店里的信誉，把年糕给他？他要山治想想办法，但是山治也没法子。被困在空中的他们只好乱叫。路飞见状，立马冲了过来，一来就把风筝捅破了。于是众人一下往下掉，娜美他们落下后被弹开，板车顺着下坡的道路往下滑，正好往巴基那边靠近。就在巴基得意的时候，身后一个卷头发大臣丢出一个钩子，阻止了板车的下滑。娜美回头一看，是城堡的伊卡莱姆先生，他命令手下保护推车。巴基见有人挡他的财路，立马命令手下进攻。但现在在斜坡上，自己手下还扛着炮弹，想行动都难，更别提攻击了。但不管咋样，巴基和他的手下还是艰难地追了上去。看到这群人还不死心，甚至准备追上去，但是被娜美阻止。他们就交给城堡的人处理吧，咱们先去广场等候撒年糕。巴基这边已经有点癫狂了，不由分说直接对城堡发射了一炮。这样的动静让远在城外的索隆以为撒年糕的活动已经开始了，便马上往城堡跑。看索隆这个装扮，没错，在番外里索隆就是个和尚。在城堡内，索隆从乌索普这里得知年糕要被人独吞，立马就不淡定了。我出家人就等着吃这个填饱肚子呢，休想得逞。但是路车的属性还是没变啊。索隆在城堡里乱闯乱撞，误入亚马逊帝的房间，被一个女汉子追着跑。而巴基这边还在不断发炮，薇薇公主持刀将他们拦下，却被巴基用分裂出来的手扼住了喉咙。巴基绑架了薇薇后，要求得到年糕，大家都不要轻举妄动。乌索普告诉巴基，有彩头的年糕并不在板车上，而是在殿下的手里。殿下指向一个盒子说，就在那里。但是巴基打开之后，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这才知道自己被耍了，气得鼻子都变红发亮了起来。看到红鼻子巴基的踪迹，路飞直接冲碎了城堡的墙壁，赶了过来。殿下要巴基看看楼下，全部都是满怀期待的城民们，并且告诉他，如果想要中奖，就老老实实下去，机会人人均等，只要你有足够的运气。巴基气急败坏，扬言要杀掉殿下，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。他命令手下准备巴基弹，然而回应的却是伊卡莱尔先生的手下。原来趁巴基不注意，公主和乌索普早就将巴基手下绑了起来。随着巴基一声令下，城堡内发生了巨响，夹杂着大量的年糕被发射而出。撒年糕大会正式开始。巴基回头才发现手下已经被绑，随后他就被路飞甩出天际。城民们不断抢着年糕，只有伊卡莱尔先生痛心天守阁破了3个大洞。殿下站在高处，看着底下欢呼雀跃的城民说道，人民的活力才是一个国家的威信。此时路飞、娜美、乔巴他们还在疯狂不断地吃年糕，但是有头奖的年糕却还在殿下手里。最后殿下将年糕扔出，恰好就砸到了出城的索隆头上。索隆作为出家人，已经好久没进食了，看到年糕立马咬了一口，发现不对劲后，立马就把它扔了。这要是娜美知道，还不气死？连罗宾都忍不住说道，这样做可不好。关于特别篇还有几期内容，我会加紧更新的，求个关注啊！